尺嘅附近有咁樣嘅一條街，熱辣辣嘅關東煮，油淋淋嘅雞鴨髀，男女老少。小吃街，相信屏幕前的小伙伴们都不陌生。在你方圆2公里内，应该都会有这么一个野生食堂吧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再扩大2公里。之前我们尝试过用不同的手机来拍美食，但最近我发现啊，华为 P2070 Ultra 上面的闪拍模式，拍吃的又是另一种不同的感觉。那这一次呢，咱们就吃好的，到小吃街边逛边拍，而且人家小吃街的东西还不是预制菜，都是嘎嘎现做的哦。早上8点。第一次这么早就来到小吃街，原先我以为摊主呢都会在饭点之前才出摊，但是没想到一些出摊前的准备活动是很早就已经开始了。我们事先约了一位江西炒粉的摊主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在出摊之前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。大家好。吕师傅炒粉炒饭都很拿手，没想到的是，跟我们才刚见面就分享了他的独门秘方。哇！早上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泡米，因为木桶饭的话，米要泡1个小时，所以第一件事一定要泡米。第二个是泡粉，也要1个小时。那么在这1个小时之内，可以把青菜、豆芽、包菜、胡萝卜丝全部洗好、切好啊。然后一般正常是先煮饭，因为米饭要蒸2遍，蒸完第1遍之后要滤干，还要半个小时。我本来不想做炒饭，所以我是用那个电饭煲。因为电饭煲蒸的话，多多少少那个米饭都会粘。但是我今天用木桶蒸，而且我又加了食用油，那蒸出来的就是粒粒分明。米粉的话，只要水烧开了放进去，煮个7到8分钟吧，过2遍冷水。老板公开了他的秘方。对，一般的我不告诉他哦。我1个晚上可以做1500。哇，回头客应该还蛮多的吧？对呀、像那个知道的很多学生，有很多老客户已经来了几十次了。记得上次有个靓仔，6点多买了一份，到晚上11点他又来买了一份。我说靓仔你不是刚来了？他说我好吃。OK， 那么备菜环节就已经结束了，现在距离出摊的时间还有几个小时，那我们先存个档，待会儿再来看。下午4点，摊主们开始逐渐出摊了。其实呢，我一直都很好奇，摊主们一天是怎么安排的呢？我熬夜，他们也熬夜。那些在学校附近摆摊的摊主，会不会和平常大街上面的也不太一样呢？要个鸡腿。好的，昨天有2个同学说你家的鸡特别好吃，谢谢谢谢。我家这是走地鸡，很香的。这个卤的很入，焖煮8个小时，看着就很香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我们也和旁边的摊主聊了几句。我没多久，年后来的。年了吗？我们刚搬过来这2天，就在前面那里。知道，因为我们在外面摆过。价格会稍低，接触的比较年轻化一点吧。鸡就是我家的招牌，我那个冷面还可以吗？来什么鸡腿、鸭腿的？鸭腿性价比高呀，大呀，男生基本上都吃鸭腿的多。回家也摆呀，周围也有人呀。做白领啊，白领也比较多。摊主们的回答真的是解答了我多年的疑惑。吕师傅也说过，选择在哪摆摊其实是要有规划的。一个城市的群众聚集点都是那么几个，要么在学校周边，要么在小区或者是工厂周边。而这3个地方也有着不同的特点。比如我们今天来到的这条位于升职院旁边的小吃街，摊主们采取的就是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，怪不得很多摊位前都有同学排着队。而在另一边呢，吕师傅的炒粉摊也准备的差不多了。其实这边看到有很多这种品类的小吃，这个炒粉和炒饭应该算是难度比较高的。老板为什么当时会想到说做炒粉？我力气比较大，是不是？我比较喜欢颠锅，因为我觉得我也看了很多品类，看来看去，我觉得还是做主食比较好，人是铁，饭是钢嘛。那平时就是固定都是在这个位置摆吗？对，最受欢迎的菜品是哪一个？是炒粉呢，还是炒饭？炒粉吧。炒粉还是卖的比较多。是炒粉它比较 Q 弹，然后呢，味道也是具我们江西特色。那我待会儿要点一个炒粉来试试看。可以，要不要辣椒？啊，不要。哇，这个好帅！好了，哇，
终于可以尝一下老板的手艺了。有一些很帅的，比如这种，好帅啊！看刚刚抓拍到的。滚石先吃，来啊！真的很香。谢谢，不客气，你好可爱，这都能给抓到啊，这是女孩子。这真的是我第一次这么仔细的去逛一条小吃街啊！我观察到小吃街的食物品类不算多，烤鸡腿、牛杂、手抓饼、炒粉、炒饭。但仔细一想，这些摊子都是同学精选，没有什么刷分和引流，味道和口碑就是一切。初来乍到的摊位，如果2周内没有获得同学们的认可，就得被流放到别处了。我这一次呢，用华为 P2070 Ultra 的闪拍，拍下了很多奇妙的画面。为什么说奇妙呢？大家先来看看颠锅、火苗、撒调料、旋转的鸡腿，可能平常都是行色匆匆的来，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食物的制作细节是怎么样的。这下我可以逐帧分析，破解各位摊主的商业机密了。吕师傅跟我说，炒饭最重要的不是调料，而是火候。所以就算我们跟拍一整天，也没有办法复制他的技术。这就是吕师傅和摊主们的护城河。想要吃饭，可以到菜式齐全的餐馆、装潢亮丽的商场，但就像每一座城市一样，还有大多数时间下的里子。这次的体验对我来说真的非常特别。小吃摊在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了。从小在家旁边吃的小吃街，长大后再到学校附近的小吃街，我们由一个到一个社区迁移，就是这么个一直陪伴着我们的事物。今天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到整一条街的另一面。那些下午4点在街上和你碰头，前后不超过3句对话的摊主，不是一个个的 NPC， 他们都和吕师傅一样，有着自己的轨迹，有着清晰的职业规划。最后，其实我也很矛盾。一方面呢，我希望摊主们赚得盆满钵满，早早退休；另一方面，又想他们一直都在，1年后、10年后，这样当我想起炒粉味道的时候，能跟老板说上一句：1份炒粉，不要辣，谢谢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